天问1号探测器周六清晨成功着陆火星，是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使我国成为第2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电祝贺。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立项，其不效晚，为何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巨大飞跃？人类探索火星的意义是什么？港澳科技元素又在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中扮演着什么角色？王亚楠深入解读。港督4人帮头目黎智英超3亿港元个人资产被依法冻结后，被港媒称为香港国安法大漏洞的《苹果日报》也朝不保夕。虽然一传媒高层称不影响运营，但树倒猢狲散，不少员工与《苹果日报》划清界限。为何说这份以反政府为目标的报章走向末日是香港社会之福，更是真正意义上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吕翔、陈欣欣、张思楠在线分析。台湾新增180例新冠肺炎本地病例，创疫情以来单日新高。台北市及新北市提升至第3级防疫警戒。全台娱乐休闲场所要暂时关闭。台北故宫周六宣布，即日起无限期闭馆，是历来首次。疫情反弹的背景下，民进党当局依然将精力放在政治角逐上。颇受台湾方面重视的所谓友邦洪都拉斯，近日想方设法希望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疫苗，引发岛内舆论断交猜想。外交部与国台办发言人在回应时同时强调，顺应大势，做出合乎民心的正确选择才是正道。其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为何说蔡当局在外事层面陷入困境是咎由自取？更多的焦点分析稍为您一呈现，不要走开。周六清晨7时18分，天问1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是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使我国成为第2个成功着陆火星的国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贺电，向首次火星探测任务指挥部并参加任务的全体人员致以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天问1号探测器着陆火星，迈出了我国星际探测征程的重要一步，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记。这是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进展。你们勇于挑战，追求卓越，使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祖国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你们的卓越功勋。事实上，在天问1号成功降落在首选落点火星北半球的乌托邦平原之前，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里，一群航天人度过了不眠之夜。凌晨2点左右，天问1号在火星停泊轨道上进入着陆窗口，随后探测器实施降轨，环绕器与着陆巡视器开始分离，继而环绕器升轨返回停泊轨道，着陆巡视器运行到距离火星表面125千米高度的进入点。值得注意的是，从踏上进入点的那一刻起，最为困难的就是被称之为恐怖9分钟的减速、悬停避障和缓冲过程。专家介绍，天问1号在进入火星大气层后，首先需要克服高温和姿态偏差，之后要在短短9分钟内将每小时2万公里的速度骤降为0。目前人类火星探测任务成功率不到50%，大部分失败都是折戟在这个过程中。而由于火星和地球之间的漫长距离，导致几十分钟的通信时延，地面控制系统也不可能控制着陆过程，必须让着陆器全自主完成这黑色9分钟旅程。中国发射火星探测器并且实施着陆成功，要克服一系列的难关。首先是轨道的测算，另外一个就是在超远程的飞行过程中，对于轨道的不断的修正以及精确的导航。在进入火星大气层的过程中，探测器需要从每秒钟4.9公里的速度，这是10几倍的声速，一直减到0。而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依靠大气的减速，这个时候要产生很高的热量，你必须有很好的热防护系统，保证探测器不会被烧坏或者烧毁，同时还要用减速伞进行减速，最后它才可以稳稳的在预定的着陆点实施一个软着陆。终于在飞控中心苦苦等候的科研团队收到了祝融号火星车发回的遥测信号，确认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圆满成功。飞控中心内第一时间亮起大红屏幕，航天人争相拥抱欢呼火星你好。而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工程总设计师张荣桥更是激动落泪。哎呦，你这个恭喜你，恭喜您！为了今天的最后的结果，
10年前进行筹划，千军万马为之奋斗了6年，胜利了，你什么心情？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于2016年立项，计划通过一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探测。天问1号探测器于去年7月23号在海南文昌由长征5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自发射以来，天问1号探测器一次性实现了绕轨飞行、软着陆、巡视3个步骤，成为全世界首个在一次探测任务中完成3个目标的火星探测任务。后续祝融号火星车将依次开展对着陆点全局成像、自检驶离着陆平台，并开展为期90个火星日的巡视探测。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首次火星探测任务也得到了港澳科技元素的护航。据悉，香港理工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的科研团队都参与了此次火星探测工程，各为天问1号探测器研制了一台工程载荷，用于检测探测器的活动。其中，香港理工大学研制如同鹰眼的落火状态监视相机，用来监视火星着陆情况；澳门科技大学则负责火星环绕器工程测量分系统、可分离遥测探头的研制生产、数据处理及分析工作。事实上，港澳科学家已经多次为国家探月工程、载人航天等重要航天任务进行科学目标论证和研制部分产品。其实说明了中国在我们的重大的科技工程中，特别是在航天工程中，从来都是把香港的科研团队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加以考虑，统筹的规划到了我们的重大科技专项中。火星相机能够完美的实施自己的使命，也说明香港的科研力量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这也为香港未来无论是在中国的科研架构内，还是在全球的科研创新的浪潮中，都能够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奠定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中国星际探测征程在短时间内实现巨大飞跃，也令外媒发出惊叹。英国广播公司表示，这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但中国在最近有关探索太空的努力中展现出了巨大能力。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网站评价称，在火星表面成功着陆是一项非凡的挑战。此前只有 NASA 在火星表面安全着陆并操作航天器，而苏联火星3号探测器着陆舱在1971年仅工作了22秒钟，便与地球失去联系。因此，通过在火星上着陆和漫游，中国在太空领域超越了许多同行。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和法新社的报道都指出，中国在火星上首次留下印记，意味着中国在航天领域取得快速发展。1962年11月，苏联发射了火星1号探测器，被视为人类对火星探测的开端。截至目前，全球共进行了44次探火活动。分析指出，人类如此热衷探索火星的原因是，它和地球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作为太阳系中从内到外的第4颗行星，火星被称为袖珍地球。不论是结构、地表环境，还是自转轴倾角、自转周期，都与地球相近。有科学家认为，火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地球的未来。因此，探索火星的地质与气候变化的原因，对研究地球自然演变方向和保护地球地质气候条件具有重大意义。此外，探索火星还在于为未来可能的移民做准备。比起中国，美国对火星的探测起步更早。去年发射的毅力号的目标就是直奔主题，即寻找火星上可能存在的生命和探索可居住性。而早在2015年 ，SpaceX 首席执行官马斯克曾提出更具有野心的火星移民计划，目标是2026年前把人送上火星，在2050年前在火星上建立城市。用于太空载人远航的星舰飞船原型火箭目前仍在进行测试。马斯克上月接受美媒采访时就表示，探索火星项目非常艰巨，可能有许多志愿者在途中丧生，但同时这项探索也十分光荣。Sometimes people think, oh, is this some escape hatch for rich people? You know, it's dangerous, it's uncomfortable, it's a long journey. You might not, come back alive, but it's a glorious adventure, and it'll be amazing.An amazing experience. 而天问1号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也让外界看到中美在航天领域合作的更多可能性。就在祝融号火星车发回的遥测信号1个小时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在官方推特转发其副局长托马斯·祖布钦推文，对中国首个火星探测器登陆火星表示祝贺，并期待中国这次的火星任务能对人类了解这颗红色星球做出重要贡献。尽管中美航天合作长期受限于美方的沃尔夫条款，
款。不过，就在今年3月底 ，NASA 经美国国会的批准，为确保火星探测器的飞行安全，同中国国家航天局就交换火星探测器轨道星力数据进行了多次会谈。这也是10年以来中美在航天领域首次举行双边交流。港督四人帮头目黎智英超3亿港元个人资产被依法冻结后，被港媒称为香港国安法大漏洞的《苹果日报》也朝不保夕。虽然一传媒高层称不影响运营，但树倒猢狲散，不少员工与《苹果日报》划清界限。为何说这份以反政府为目标的报章走向末日是香港社会之福，更是真正意义上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吕翔、陈欣欣、张思南在线分析。港督四人帮头目黎智英超3亿港元个人资产被依法冻结后，被港媒称为香港国安法一个大漏洞的《苹果日报》也朝不保夕。虽然一传媒高层称不影响运营，但不少员工担心这个月连工资能不能发得出来都是问题。还有一批工作10几年以上的老员工不要遣散费也要离职，与《苹果日报》划清界限。台湾《苹果日报》的纸质版也宣布从下周2起停刊。黎智英离树倒猢狲散的日子不远了。香港特区政府周五通报，保安局局长根据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对黎智英发出冻结财产的书面通知，冻结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其拥有的3间公司与本地银行账户内的财产。保安局通报指出，相关决定是基于黎智英在去年及今年3次被香港警务处国安处起诉，罪名分别为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串谋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及串谋作出并意图妨碍司法公正的作为。保安局局长因此有理由怀疑黎智英所持有的任何财产是罪行相关财产，因此有必要依法予以冻结。根据我们的观察，黎智英他可能是很多黑金的一个中转站，所以在这个时候根据国安法冻结黎智英在苹果日报的股份，还有他的其他的一些资金，对于彻底瓦解在港的这个反中乱港分子，这个反中势力会起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甚至于要比依据法律监禁一些人还会起到更大的作用。深圳卫视注意到，这不是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的人的个人资产第一次被冻结。去年12月，香港警方将潜逃到欧洲的香港民主党前立法会议员许志峰及其家人的数个账户上的85万港元资产冻结，但香港警方当时表示，冻结相关账户主要是涉嫌洗黑钱。香港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认为，冻结黎智英财产可避免有人转移资金，做法合法、合情、合理。他认为，黎智英一直以来涉勾结外国势力、汉奸行为人所共知，还押期间已累积多宗案件候审，正所谓作恶多端，多行不义必自毙。值得注意的是，有香港媒体拍摄到周六上午，乱港头目黎智英的密友李柱铭及何俊仁到赤柱监狱，这2人称探望了黎智英及其他人，外界预计是在商讨对策。值得指出的是，李柱铭及何俊仁此前也分别被判监禁11个月和1年，获准缓刑2年。但何俊仁每隔20天左右就会到监狱探望一次黎智英，频率相当亲密。香港时事评论员冯伟光指出，有理由相信黎智英是以何俊仁作为其代理，远距离遥控搅风搅雨。但也有观察指出，在黎智英资产被冻结后，何俊仁探监的频率可能要降低了。香港理工大学香港专上学院讲师陈伟强接受新加坡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黎智英资产被冻结是预期之内的事情，因为黎智英是反中乱港的头目，香港国安法针对的就是像黎智英这样的人。陈伟强也表示，这次冻结只针对黎智英的个人资产，但一传媒及被称为毒苹果的苹果日报前景显然不乐观。黎智英呢，他作为苹果日报的一个主要的股东和实际上的控制人，那么他在整个的这个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当中，包括苹果日报的这个作为他一个法人的行为，实际上也有可能涉嫌违反该法。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根据这部法律第31条的规定，它是可以被予以吊销营业执照和许可证的。一传媒近年来财务状况不佳，
据其最新公布的业绩公报，该公司上一财年度亏损1.45亿港元，近5年累计亏损16.77亿港元。上一财年裁员194人，目前还有员工2323人。财报还显示，一传媒的经营主要来自黎智英的私人贷款。根据一传媒与黎智英私人订立的贷款协议，一传媒最多可以向黎智英借款7.5亿港元。目前，一传媒对黎智英有5亿港元的欠款未偿還。這次黎智英資產被凍結，一傳媒肯定會爆發資金周轉危機。嗱，咁睇一傳媒嘅資金主要係邊度嚟咧？即係一傳媒本身佢都係即係賺唔夠錢嘅，咁可能都要係大股東入駐嘅，經常都係咁。黎智英如果個資金被凍結咧，就可能都會影響到佢哋個資金周轉。咁有一傳媒想喺銀行或者係其他方面去借錢咧，而家都相當困難㗎啦。財務狀況差的主因是蘋果日報的銷量大跌。據統計，每期僅為約8.6萬份，也就是每天回籠資金89萬港元，每月2670萬港元。而蘋果日報每月光是開工資就超過了3000萬港元。分析指出，蘋果日報賣不出去，雖然與香港報紙傳媒衰落的大環境有關，但也與其極端偏頗的反中亂港立場脫不了關係。一份報紙謊話連篇，淪為政治工具，自然也就失去了新聞價值，被受眾所拋棄。但一傳媒高層仍在死鴨子嘴硬。據蘋果日報網站報道，一傳媒行政總裁張建宏表示，黎智英資產被凍結事件與一傳媒集團賬戶完全無關，集團及蘋果日報的運作及資金財務絕不受影響，還聲稱一傳媒不會主動結業。一傳媒工會則表示，員工會緊守崗位，繼續報道新聞。但有一傳媒員工擔心，這個月的工資可能都發不出來了。有港媒曝光，蘋果日報內部實際上早就開始分崩離析，編採部與管理層爆發內訌。本月4號，編採部有多個部門主管集體離職。消息指，這批離職的都是工作10幾年以上的老員工，他們擔心黎智英因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後，一傳媒的資金鏈不明，擔心個人被公司牽連，甚至被迫捲入黎智英案。有人抱怨，這麼多年來，蘋果日報要求他們寫命題作文，但現在卻只讓他們小心，到時候坐牢受罪的也是採編人員自己。這些採編老員工要求一傳媒主動解散，並向員工提供優厚的提前退休補償金，但遭到一傳媒高層拒絕。還有一些有經濟條件的員工寧可不要補償金，也紛紛辭職以求自保。但在周二舉行的安民大會上，蘋果日報副社長陳佩敏揚言稱，決定留下的同事是做一個政治決定。分析指出，陳佩敏這是赤裸裸拖還沒有離職的員工與他一起攬炒。有分析認為，一傳媒堅持不解散，原因有二：其一是沒錢，或者壓根兒就不想給員工發放遣散費；其二，只要蘋果日報還在，一傳媒就還指望着繼續吃反中亂港飯，等待境外勢力注入黑金。有觀察就指出，香港特區保安局這次依法出手凍結黎智英戶口，實際上也是斬斷了境外黑金的一條重要輸送管道。有港媒測算，通過黎智英黑金網絡流入香港的攬炒資金高達數億元港幣。值得指出的是，此前修例風波中，來自台灣的亂港黑金被稱為台水港調，黎智英也是主力。他持有的台灣蘋果日報連年虧損，已經蝕本近10億元人民幣，但仍堅持出刊，動機非常可疑。但現在為了香港蘋果日報繼續苟延殘喘，黎智英終於斷臂求生。周五，台灣蘋果日報突然宣布，從下周二起將紙質版報紙停刊，並裁撤紙媒部門的全部326人，以集中資源發展蘋果新聞網。停刊告示將原因歸咎於輸在廣告資源被壟斷，輸在香港局勢惡化，也進一步坐實台水港調的黑幕。蘋果日報在台灣一向是與台獨勢力、與台灣的政治當局是有密切勾連的。他這種一心一意的跟台獨勢力相勾連，其實他能吸引的讀者畢竟是有限的，所以我們看到他出現這個經營上的困難，也是不難理解的。尤其是在現在這個它的資金鏈出現斷裂的情況下，蘋果日報想繼續發揮作用也是非常艱難的。同時也就表明這個黎智英所代表的政治勢力
正在走向没落。但其停刊也没有人同情。台湾舆论指责《苹果日报》入台18年来，造成岛内舆论苹果化，以及重点关注花边和八卦消息，大量报道血腥、煽动性和色情内容博眼球，风格低俗，带坏台湾社会风气。去年美国大选期间，台湾《苹果日报》还赞助抹黑拜登的假报告，此事被美国《纽约时报》揭露，指责台湾《苹果日报》涉嫌干涉美国大选。但黎智英则将此事责任全部推卸给其助手美国人马克西蒙，还指责马克西蒙未经允许动用其私人账户的钱。好，新闻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香港保安局依据国安法冻结了黎智英名下资产，其中包括一传媒超过70%的股份。那么，苹果日报会否因此走向末日？您对此怎么看呢？最新一期财报显示，一传媒过去5年累计亏损港币超过20亿元，截止9月，一传媒银行外债累计港币2.6亿元，其中1.68亿将于1年内到期。据苹果日报自行披露，一传媒账上受限制银行结存、已抵押银行存款以及银行结存和现金全部加起来不过港币2.287亿元，可调用的资金仅有1.91亿。若无法扭亏为盈或者得到新融资的注入，一传媒最多可支撑9到10个月。由于年年亏损，一传媒事实上已经无法从香港当地银行获得贷款。这么多年来，一直是依靠黎智英的私人贷款书写才得以勉强度日。香港《明报》就指，黎智英与一传媒签订了协议，承诺向公司提供多达7.56亿港币的贷款，目前呢已经支取了5亿元，而这就是关键所在。黎智英名下财产被冻结，意味着一传媒将无缘剩下的2.56亿元贷款。资金链的断裂一下子从一个9到10个月之外的远虑，变成了迫在眉睫的近忧。一旦引起各银行追债连锁反应，一传媒的破产以及苹果日报的倒闭只是个时间问题。但其实问题不在于苹果日报会不会走向末日，或者什么时候走向末日，而是为什么苹果日报至今仍未走向末日。这个诞生于1990年的香港媒体，在以偏颇的报道迎合民粹主义、挑动反中乱港上，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在此前的修例风波之中，外界也目睹了苹果日报如何以重情绪、轻事实的方式，煽动部分香港民众对于港府以及中央政府的偏见乃至仇恨。有港媒最近就表示，苹果日报的本质就是一份反中反特区的报章。这样一份以反政府为目标的报章，在全世界任何国家都不会被容许，就像美国不会容许一份以否定联邦政府为目标的报章存在。但有意思的是，这样的一份报章却可以在香港留存至今。有观点认为，苹果日报走向末日是香港社会之福，是真正意义上对新闻自由的保护。那您对此又怎么看？我可以想象，在苹果日报最终走向终点之际，一定会引发香港社会有关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讨论。有的人肯定会借此对香港的新闻自由乃至1国2制实践说3道4，污名抹黑。实际上，任何权利最基本的边界都是不影响他人以及更广泛的群体福祉的增加。苹果日报从来不以一种事务性、建设性的角度探讨如何推动管制水平的提升，增进公众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从最根本上或明或暗的不承认中央政府对香港的主权与治权，试图挑起两地间的矛盾与冲突。事实上，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新闻自由表现出了双刃剑的一面。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在1974年的一个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中写道，任何保护自由的权利也能威胁到自由，就像绝对的权利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没有节制的新闻自由最终会导致什么？或许苹果日报就是一个浅显的例子。因此，苹果日报最终走向终点不过是一个迟来的正义。如果要切实保护香港的新闻自由，最重要的还是设立合理且行之有效的新闻监管。而新闻监管一般有3个方向：一是媒体自律，2是行业监管，3则是立法规管。就香港而言，前2点老实说难以寄予厚望。举例而言，要求苹果日报自律无异于与虎谋皮，要求已有的行会落实监督也更是对牛弹琴。讽刺的是，无论苹果日报如何编排，香港记协都称之为新闻自由，甚至施施然表示这只是报道角度不同罢了。
而最后呢，就是立法规管，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也并不罕见。法国、葡萄牙等欧洲国家明确表示，新闻自由是有限制的，边界包括维护他人名誉和权利，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共秩序，防止犯罪和泄露国家秘密等。就像画出道路的本意不是为了限制个体的通行自由，为言论和新闻自由划定边界，也只是为了保障全体公众从中受益而已。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台湾目前仅存的15个所谓友邦当中，位于中美洲的洪都拉斯，由于其人口近1000万，一直颇受台湾方面重视。近日，洪都拉斯由于国内疫情形势严峻，在向美国求购疫苗未果后，又将视线转向了中国大陆。该国总统甚至提议在大陆设立商务办事处。消息一出，引发台湾舆论的断交猜想。美国务院发言人周四不负责任宣称，某些国家利用拯救生命的医疗援助推进自身狭隘政治议程，美方与洪都拉斯站在一起，共同应对挑战。媒体解读这是针对中国。对此，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美方不仅在人权问题上道貌岸然，在疫苗问题上也是如此。美方反复表示致力于增强全球民主价值观，一会儿表示同这个站在一起，一会儿又表示同那个站在一起，但能不能请美方公布一下，美国已经给哪一个国家，包括他的哪一个盟友提供了多少疫苗？正当世界各国都在想方设法获得急需的疫苗的时候，上亿剂的疫苗正在闲置在美国的仓库里。美方官员呢还不断地强调，在疫苗分配问题上应该坚持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并且呢限制疫苗原材料的出口。这让人想起了杜甫的一句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近日表示，该国从萨尔瓦多获得中国大陆疫苗，有助于突破地缘政治封锁。埃尔南德斯还称，洪方有意在中国设立商代处以获取疫苗。华春莹周三就此回应称，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始终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为消除免疫鸿沟，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做出积极贡献。有关合作光明磊落、坦坦荡荡，得到包括中美洲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普遍欢迎，发挥了积极示范效应。他同时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历史和法理事实。顺应大势，做出合乎民心的正确选择才是正道。如果洪都拉斯是试图在中国大陆设立单纯的办事处来用于购买新冠疫苗啊等等，我想还是有可能的。但是假如说想作为一种建立一种所谓什么双重代表制啊，甚至以此谋求双重承认了等等，这些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是我想我们是绝对不可能接受和答应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当天也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希望有关国家能够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有分析称，外交部和国台办发言人的话清楚表明，要想与大陆交流合作，需首先承认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原则不可撼动。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洪都拉斯，目前确诊病例超22万，超过5600人因新冠疫情死亡。这也受到洪都拉斯在野党猛烈抨击，指中央政府无能，导致疫情蔓延。有分析说，洪都拉斯目前虽然没有明确表示要与中国大陆建交，但是透过疫苗输入以及开设商务办事处，双方建交恐怕是迟早之事。这随即引发台湾舆论的不安。更令民进党当局恐慌的是，与洪都拉斯在野党亲台立场不同，执政的总统埃尔南德斯更亲近中国大陆。据悉，邻国萨尔瓦多与台断交后，埃尔南德斯曾暗示，中国大陆在中美洲的日益增长的外交存在，对当地是一个机遇。值得注意的是，去年9月，联合国大会总辩论中，不少台方所谓邦交国的领导人发言挺台，但洪都拉斯总统埃尔南德斯的发言并未提及台湾，这是他第5年没有
在联大总辩论上替台湾发声。虽然台外事机构辩解称洪都拉斯有以不同方式挺台，但这一现象显然不寻常。下一步的话，我相信呢，洪都拉斯在面对疫情，它肯定在很多方面是需要中国大陆的人们的协助。那么他也会应该看到两岸实力的差距，包括能够给洪都拉斯国家利益带来最大好处的话，肯定还是要跟中国大陆建交，而不是现在顽固的继续坚持跟台湾当局所谓的邦交。那么如果我们看世界大势，其实已经很明显，也希望洪都拉斯通过这次疫情的这个冲击之后，能够在他的这个中国或者两岸政策上重新做出抉择。而且我相信这个抉择的话，如果他改换立场，应该是最有利于洪都拉斯国家利益的一个选择。好，新闻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针对洪都拉斯总统日前宣布将通过萨尔瓦多购买大陆疫苗，如有需要将在中国大陆设立办事处的相关提问，外交部与国台办新闻发言人都做了回答。那对此您作何解读？我觉得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外交部新闻发言人华春莹与国台办新闻发言人周凤莲的口径保持了高度的一致，而且两人的外交语言艺术都非常的高超，既没有回避尖锐的问题，但同时又话里有话，点到为止。华春莹表示，疫苗是拯救生命的希望，中国始终秉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念，为消除免疫鸿沟，实现疫苗在发展中国家中可及性与可负担性做出积极贡献。有关合作光明磊落、坦坦荡荡，这显然是在不点名地反驳美方早前的指控。因为美国国务院新发言人早前曾经指责中国利用疫苗在洪都拉斯搞所谓的疫苗外交，挖台湾所谓的邦交国。周凤莲表示，中国最早提出且一直践行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努力提高疫苗在发展中国家的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已经向80多个国家和3个国际组织提供了疫苗援助。周凤莲还特别提到，中国国药集团的新冠疫苗已经获得了世卫组织的认可，这等于是告诉包括那些跟台湾存在所谓邦交的亚非拉国家，中国生产的疫苗不仅管用，而且非常便宜，特别适合于亚非拉国家。包括那些跟台湾存在所谓邦交的亚非拉国家，假如你们有需要，都可以跟中国联系。在回答有关洪都拉斯有意在中国大陆设立办事处的问题时，无论是华春莹还是周凤莲都提到了，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顺应大势，做出合乎民心的正确选择才是正道。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欢迎包括洪都拉斯在内的相关跟台湾存在所谓邦交的国家，做出跟中国大陆建交的正确抉择。那为什么蔡英文当局最近非常恐惧台湾在中南美洲的那些所谓邦交都跟中国大陆来建交呢？我认为，虽然中国大陆坚决否认美方有关中方利用疫苗外交来挖台湾所谓邦交国的指控，但是实事求是来讲，当前中南美洲面临的严峻防御抗疫态势，客观上是有助于促进中国大陆跟台湾在中南美洲那些所谓的邦交国的关系的。同时也的确是在大大压缩了台湾在当地的外事生存空间，甚至是使得蔡英文当局在当地陷入到了相当被动状态的。我们知道，当前全球范围内存在着2大疫情重灾区，一个是以印度为首的南亚地区，另外就是中南美洲地区。比如在只有1000万人口、跟台湾存在所谓的邦交关系的中南美洲国家洪都拉斯，他们的确诊病例已经超过了22万人，死亡人数将近6000人。当前这些国家都把希望寄托在新冠疫苗的接种上，否则的话，无法保住的不仅仅就是这些国家相当一部分老百姓的生命与健康，还包括这些国家执政党手上的权力。然而放眼当今世界，近在咫尺的美国虽然研发出了多款疫苗，但是他们生产的疫苗首先确保的是自用，其次是保障欧洲的盟国，根本就顾及不到包括中南美洲在内的亚非拉国家，甚至也保障不到美国口口声声要保护的台湾。这就使得已经控制住了疫情的中国大陆所生产的价廉物美、
数量充足的疫苗，几乎成为了中南美洲国家控制疫情、拯救民众生命与保住执政权的唯一救命稻草。同时，跟中国大陆维持了传统友好关系的因素，那些跟中国大陆建了交的中南美洲国家，自然而然的就享受到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好处，使得他们不仅从中国大陆购买到了大量廉价的疫苗，甚至中国大陆还免费赠送了他们一些疫苗。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跟台湾维持了所谓邦交关系的中南美洲国家，便意识到了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以及放弃台湾当局的好处，并因此产生了跳槽的想法。再加上台湾在全球的15个所谓的邦交，多数都是中南美洲国家，所以蔡英文当局才会惊慌失措。那对于蔡英文当局也公开指责中国大陆利用所谓的疫苗外交来挖台湾所谓的邦交国一事，您又怎么看？我觉得蔡英文当局在外事层面陷入当前的困境，有咎由自取的因素在里面。要知道，在中国大陆新冠疫苗爆发之初，蔡英文当局不仅跟在当时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后面抹黑中国大陆，而且主动利用疫情在外事领域内展开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企图以此来拓展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包括以推销台湾防御抗疫的经验为名，推动台湾加入世卫并出席世卫大会。这就是本次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声明中会破天荒地公开力挺台湾加入世卫与出席世卫大会的原因。然而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逆转，蔡英文当局立马就弄巧成拙，偷鸡不成反蚀了2把米。一个是由于美国生产的疫苗主要是供给了自己以及自己的欧洲盟友，而中国大陆生产的疫苗这主要是供应给了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这就进一步巩固和拉近了中国大陆跟亚非拉国家的关系，使得台湾地区加入世卫与出席世卫大会这件事情，虽然史无前例地获得了西方国家的一致支持，但是却最终敌不过获得了亚非拉国家一致支持的中国大陆。二是中国大陆生产的价廉物美的疫苗，还使得那些跟台湾存在所谓邦交关系的中南美洲国家动了心，使得蔡英文当局不仅拓展不了自己的国际空间，而且有可能要丢掉好几个所谓的邦交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蔡英文当局才恼羞成怒，开始责备中国大陆了。而在我看来，蔡英文当局迁怒行为毫无道理，一是因为这场疫情而引发的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争夺战是蔡英文当局主动挑起来的；二是因为国际政治的博弈本来就非常现实，这些年来蔡英文当局维系所谓的邦交唯一的办法其实就是金援。既然如此，那就不要指责中国大陆搞了所谓的疫苗外交。而这件事情也就再度证明了，解决台湾问题，中国大陆可以动用的工具有很多，根本就用不着动用武力这个大杀器。所以大家还是要给点耐心，稍安勿躁。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好，再来关注国内疫情。根据国家卫健委通报，周五除港澳台地区，全国新增本土病例5例，分别来自安徽和辽宁。香港新增3例新冠确诊病例，1例本地病例源头不明，系4岁男童。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地区本土确诊病例大爆发，周五单日新增180例，较前一日暴增6倍。安徽省报告新增确诊病例分别为合肥市1例和六安市2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7人，均在六安市。辽宁营口市新增2例本土病例和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周五上午，安徽合肥市内各疫苗接种点排队接种疫苗的人数明显增多。合肥安医大2附院方舱接种点启用后的第一个周末，扎堆接种导致现场一度超载。近日，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也身体力行接种了新冠疫苗。钟南山强调，接种疫苗是一种非常好的实现真正的群体免疫的方法。我国接种疫苗的比例呢，目前还比较低，必须要跟上形势，和世界其他的国家一样呢，尽量争取达到我国70%、80%的接种率。
我最近也接种了咱们国家的国产的新冠疫苗，感觉很好。希望大家一起努力，尽快的接种疫苗，为国家、为世界，也为个人的预防新冠尽一份自己的力量。不过，缺乏疫苗的台湾地区，由于4月底中华航空的货机飞行员在台湾桃园下榻的酒店爆发群聚感染事件所引发的新一波疫情，形势不容乐观。据台当局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周6宣布的消息，台湾地区周5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高达180例，创疫情爆发以来单日新高。其中，蔡英文办公室的一名员工为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引发岛内关注。新北市与台北市已经把疫情警戒提至第3级，目前岛内仅保留必须医疗或公共服务，其余营业场所及公共区域关闭，校园停止对外开放。台北故宫博物院周6也宣布，即日起无限期闭馆，是历来首次。疫情反弹引发岛内民众恐慌，台北各大卖场和超市再次涌现人潮，货架被一扫而空，而最抢手的是泡面和卫生纸。据台媒中时电子报报道，虽然超市已加强了防疫措施，要求消费者进店必须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但记者实际走访店家发现，结账收银台根本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更没有启动人流管制，结账人流甚至从1楼排到地下室。是平常在用的，平常在吃的，这样子。多买一点啦，不然封城怎么办？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没有办法出门，所以在家准备开火。过来就没想到人山人海，有我吓到，我想说，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严重？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表示，将推出更严格的防疫措施。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台湾过去1年常常零确诊，民众在防疫问题上都已经疏忽。目前看来，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哪怕是到3级都没有停止上班上课考试还是如常，但是都要加强相关的这个照规范所要求的防疫 SOP 实施。台湾地区疫情反弹，确诊病例急增，与其疫苗接种与防疫工作不力有一定关联。深圳卫视注意到，目前台湾仅掌握3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原先宣称5月到货的500万剂美国莫德纳疫苗有很大可能延后。有分析指出，这是台湾自去年疫情爆发后的最大缺口，也让民进党当局防疫压力倍增。按照台湾当局的这种就是防控措施的话，是存在很多漏洞的，包括他没有进行的普筛普检，另外一个就是像他们很多对于就是一些疫情的信息啊，或者说是一些防控措施不够严格啊。下一步如果一方面台湾当局要自身加强防控，另一方面它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尽快跟中国大陆开展合作，包括购买中国大陆疫苗，而不是把这个疫情啊或者说是这个疫苗进行政治化的这种操作，这样其实是最有利于台湾当局迅速呢控制住疫情，让台湾民众免受疫情之苦的这个一个最佳路径。